每小时6万公里。在浩瀚的宇宙中，一艘来自地球的卫星正在狂奔，它没有方向盘，没有刹车，唯一能改变它命运的机会已经在40多年前用完了。它正在向一颗从未有任何人踏足过的行星全速冲刺，而人类能做的只有目送它离去。旅行者1号，它将在75000年后撞向一颗名为比邻星 B 的外星世界。它为什么要飞向那里？它是怎么做到的？撞上去的瞬间会发生什么？更重要的是，它身上携带的那些关于人类文明的信息，能否在75000年的漫长漂流后幸存下来？今天，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跨越75000年的星际旅程，去见证一艘孤独的探测器如何从人类最辉煌的工程杰作，变成一块在宇宙中飘荡的金属碎片。这是一段关于孤独、流浪与永恒的故事，也是一曲写给宇宙的情歌。1990年2月14日情人节，一个改变人类视角的时刻悄然到来。当时，旅行者1号已经飞越了海王星的轨道，距离地球约64亿公里。在 NASA 工程师的指示下，他转过身来，对准了故乡的方向。在那个漆黑的宇宙深处，一个暗淡的蓝点静静地悬浮在阳光中，这就是地球。在这张后来被命名为暗淡蓝点的照片里，地球只占了一个像素的1%大小。它在一束散射的太阳光中若隐若现，仿佛一粒悬浮在阳光里的尘埃。就在这颗小小的星球上，所有的历史、战争、艺术、科学、爱情，都在一张照片中化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光点。卡尔萨根博士在那张照片的旁边写下了令人深思的文字：看看那个光点，它就在这里，那是我们的家园。你爱的每一个人，你认识的每一个人，你听说的每一个人都在那里，在这里悬浮在阳光中的尘埃上。旅行者1号用这种方式完成了他最后的使命，在告别太阳系的时刻，回望人类唯一的家园。这张照片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太空影像之一。它让我们第一次如此直观地感受到，在宇宙的尺度上，人类文明有多么渺小，而这份渺小又有多么珍贵。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77年9月5日，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一枚泰坦3号半运载火箭划破了大西洋上空的热带空气。火箭的整流罩内装着人类对深空探索最雄心勃勃的尝试——旅行者1号。这艘探测器重达815公斤，携带着11种科学仪器，设计寿命为5年。它的任务目标听起来几乎不可能：掠过木星和土星，研究这2颗气态巨行星的大气、磁场和卫星。然而，旅行者1号远远超越了所有人的预期。它不仅完成了最初的任务目标，还顺带拜访了天王星和海王星，成为人类历史上飞得最远的探测器。40多年后的今天，它已经距离地球超过230亿公里，相当于地球到太阳距离的155倍。或者说，从地球发出的信号需要超过22个小时才能抵达它所在的位置。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
旅行者1号将迎来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它与地球的距离将首次达到一光天光在24小时内传播的距离，这在人类探索太空的历史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壮举。但在这辉煌的成就背后，隐藏着一个令人心酸的真相：旅行者1号正在加速远离我们，它再也没有回头的可能。旅行者1号的设计者们在最初就面临了一个艰难的选择。由于探测器携带的燃料有限，而且需要在极远的距离上改变轨道，工程师们决定不给它配备减速能力。这意味着它从发射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一艘只能向前飞行的飞船。更重要的是，由于旅行者1号在1980年利用土星的引力弹弓效应完成了对土卫6的观测，为了避免在这个过程中被引力捕获而坠毁，NASA 的控制人员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让旅行者1号离开黄道面，飞向银河系银盘的上方。这个决定在当年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因为从科学角度来说，继续探索天王星和海王星更有价值。但正是这个决定，让旅行者1号走上了通往比邻星 B 的最终航线。从发射的那一刻起，旅行者1号就被注入了流浪者的宿命。它没有回头的可能，没有刹车的机会，只有一路向前，向着银河系中心的方向，向着那个75000年后等待它的终点。这就是旅行者1号故事的开始，一个关于荣耀与宿命、辉煌与孤独的故事。而我们接下来的旅程将见证它如何从人类工程学的巅峰走向宇宙深处的漫长漂流。在旅行者1号金色的面板上嵌着一张人类文明的名片，这是一张直径30厘米的镀金铜制唱片，表面刻有用科学语言编写的使用说明。唱片里面存储着115幅图像，以及各种自然声音、人类语言和音乐。让我们仔细看看这张唱片里都装了什么。首先是来自地球的声音，太阳风的咆哮声，波浪拍打海岸的声音，风吹过草原的声音，火车和飞机的轰鸣，婴儿降生的啼哭，一个男人和女人说你好的声音，还有来自不同文化的音乐，从巴赫到贝多芬，从爪哇的甘美兰到秘鲁的排箫。唱片里甚至还收录了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致辞。这是来自一个遥远的小世界的礼物，是我们的声音，我们的科学，我们的影像，我们的音乐，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情感的呈现。我们试图在我们的时代中生存，以便能够在你们的时代中存活。这段话充满了人类面对宇宙的谦卑与骄傲。我们是如此渺小，却敢于向星海发送问候。图像部分则更加直观，唱片上刻着一幅太阳系地图，用14颗脉冲星的精确位置和频率来标注地球在银河系中的坐标。这意味着任何找到这张唱片的外星文明，只要能够破译上面的信息，就能精确定位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这是人类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主动向宇宙宣告自己的存在。然而，在实际的太空环境中，黄金唱片面临的挑战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严峻。旅行者1号的外壳主要由6毫米厚的铝制成，
这层金属薄壁是抵抗微陨石和宇宙射线的主要屏障，但经过40多年的宇宙辐射轰击，这层外壳的微观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原子序数较高的重离子在穿越铝层时会留下微小的晶格损伤，而高能质子和电子的反复撞击则会导致金属的疲劳。科学家们估计，在旅行者1号继续飞行的未来几千年里，这层铝制外壳将逐渐变脆，类似于地球上的金属疲劳现象。虽然在真空环境中不会发生氧化腐蚀，但宇宙射线的持续轰击将让这层曾经闪亮的金属变得斑驳陆离。而黄金唱片本身虽然被封装在铝制护套中，但它同样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唱片表面的金箔虽然具有出色的抗氧化能力，但微陨石的撞击可能在护套上留下微小的孔洞，一旦有任何裂缝通向唱片本体，来自宇宙深处的各种辐射粒子就会长驱直入。这些看不见的粒子会逐渐改变唱片的表面结构，就像时间在岩石上留下痕迹一样。更令人担忧的是，所谓的宇宙射线单粒子翻转效应，高能粒子撞击唱片表面时，可能会改变唱片上存储的二进制数据的磁性方向，使得原本清晰的数据变得模糊不清。虽然 NASA 的工程师们采用了特殊的编码方式来最小化这种效应的影响，但在75000年的尺度上，数据损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即便黄金唱片上的图像数据全部损毁，有一部分信息却可能比其他任何内容都更加持久。这就是脉冲星地图。脉冲星是快速旋转的中子星，它们会发出极其规律的射电脉冲，每一颗脉冲星的脉冲频率都是独特的，就像宇宙中天然的灯塔。在黄金唱片的背面，科学家们用二进制代码标注了14颗脉冲星的精确位置和频率。这种信息与唱片上的图像和声音不同，它不需要复杂的解码就能被理解。任何拥有基本射电望远镜技术的文明都能探测到银河系中的脉冲星，都能验证唱片上标注的信息是否正确。而一旦他们确认了这些脉冲星的位置，就能反向推算出地球的位置。这意味着，即便黄金唱片表面的一切信息都被宇宙尘埃抹平，只要包裹唱片的那层铝制护套足够完整，外星文明仍然能够找到我们的方向。这是一个关于希望的故事，关于人类在面对宇宙无尽沉默时的倔强与不屈。我们知道自己可能永远得不到回应，但我们仍然选择发出声音，这本身就是一种回答。2024年11月21日 ，NASA 宣布旅行者1号的一个关键组件发生故障。这不是探测器第一次出现技术问题，但这次故障的位置让工程师们头疼不已。问题出在旅行者1号的飞行数据子系统上，这是负责存储和传输科学数据的关键设备。更具体的说，是其中一枚存储芯片出现了故障。由于芯片的内存容量不足以容纳完整的软件代码， NASA 的工程师们不得不发挥创造力，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案。他们重新分布了受影响的代码片段，
让它们分散存储在多枚存储芯片中。虽然这种变通方案意味着某些功能必须被牺牲，但它让旅行者1号得以继续传回数据。然而，技术奇迹终究有其极限。旅行者1号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为放射性同位素热电发电机的装置，简称 RTG。这种装置利用不负238的放射性衰变产生的热量来发电。自1977年发射以来，这些电池一直在稳定地提供电力，但它们正在不可逆转地衰减。不负238的半衰期是 87.7 年，这意味着每过 87.7 年，电池中可用钚的数量就会减少一半。从1977年到今天，已经过去了将近50年，电池的功率已经从最初的475瓦下降到目前的不到200瓦。按照 NASA 的预测，旅行者1号的电力将在2036年前后降到临界水平。届时，探测器的所有科学仪器都将因缺乏电力而停止工作。旅行者1号将彻底变成一艘幽灵船，它仍然在飞行，仍然在穿越星际空间，但它不再能够感知周围的环境，不再能够向地球发送任何信息。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告别。从2036年起，旅行者1号将独自飞行在漆黑的宇宙中，它没有动力来改变自己的航向，没有任何传感器来观测周围的世界，也没有任何发射器来呼叫它的创造者。它将成为一艘真正的幽灵船，在宇宙的海洋中随波逐流。但这个随波逐流并非完全被动。在失去电力后，旅行者1号将进入一种休眠状态，它内部的温度将逐渐下降，最终稳定在一个极低的水平，大约只有零下240摄氏度。这个温度虽然低于地球上的任何自然环境，但在宇宙的尺度上却算得上温暖，因为宇宙的平均温度只有零下270摄氏度。在这种极低温下，旅行者1号的结构和材料将发生微妙的变化，它体内的各种金属和塑料组件会变得更加脆弱，就像被冻结的橡胶失去了弹性。太阳能电池板将不再工作，但探测器本身的铝制框架仍将继续存在，在宇宙的极寒中保持着它离开地球时的形状。这意味着，在旅行者1号失去联系后的漫长岁月里，它将作为一个完整的实体继续存在，而不是简单的分崩离析。它将成为人类文明最遥远的纪念碑，在银河系的悬臂中飘荡，见证着恒星的诞生与死亡。然而，失去联系并不意味着故事的结束，恰恰相反，这可能是最漫长、最孤独旅程的开始。当旅行者1号变成一艘幽灵船时，它将面临宇宙的3大威胁：微陨石的撞击、星际尘埃的侵蚀，以及宇宙射线的轰击。这些威胁虽然不会在短期内摧毁它，但它们会在75000年的尺度上逐渐改变它的命运。让我们想象一下，在失去联系后的第一个1000年里会发生什么。在这段时间里，旅行者1号将穿越太阳系的最外层边界奥尔特云，这是包围着太阳系的一个巨大的球形云团，主要由冰状物质组成，距离太阳可达2光年。虽然奥尔特云中的物质密度极低，
但对于一艘高速飞行的飞船来说，任何碰撞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奥尔特云的碰撞风险虽然存在，但概率并不高。根据科学家的计算，旅行者1号穿越奥尔特云时，与大型冰状物体碰撞的可能性大约在1/1000左右。真正更大的威胁来自那些微小的星际尘埃粒子，它们虽然体积微小，但以每小时6万公里的相对速度撞击铝制外壳时，能够产生惊人的冲击力。这些微陨石撞击会在旅行者1号的表面留下无数微小的凹坑，就像沙暴在金属表面雕刻出的痕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撞击会逐渐改变探测器的外观，使其表面变得越来越粗糙，越来越斑驳。但这仅仅是漫长旅程的开始。在接下来的75000年里，旅行者1号将经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孤独与考验。让我们将目光投向更远的未来，想象一下，旅行者1号在失去联系后将会经历什么？从2036年失去联系开始算起，旅行者1号将继续它的孤独旅程。大约再过300年，也就是大约公元2300年左右，它将抵达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穿越奥尔特云的内层边界。奥尔特云是一个巨大的球形云团，包围着整个太阳系。它的内缘距离太阳大约1000到10000个天文单位，而外缘则延伸到2光年之外。科学家们认为，奥尔特云是长周期彗星的发源地，那里储存着太阳系形成之初的原始物质。当旅行者1号穿越奥尔特云时，它将进入一个真正的星际空间。这里不再受到太阳风的任何影响，太阳的引力也变得微乎其微。在这片被称为星际介质的区域中，旅行者1号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离开太阳系的怀抱，踏入恒星际的海洋。在这片海洋中，旅行者1号将面临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它可能遭遇一颗流浪的行星。科学家们推测，在银河系中可能存在大量流浪的行星，那些被从原始星系中抛出，在星际空间中独自漂流的星球。这些行星可能来自被黑洞撕裂的恒星系统，也可能来自双星系统中被甩出的伴星。在某些理论中，甚至有人提出，太阳系边缘可能存在一颗尚未被发现的第9大行星，它同样可能在某一天将旅行者1号引向完全不同的方向。让我们假设旅行者1号在穿越奥尔特云时遭遇了这样一个天体。在这个假设的相遇中，一种被称为引力弹弓的效应可能会发挥作用。引力弹弓是一种利用天体引力来加速或减速飞船的技术。人类已经在多个太空任务中成功使用了这种技术，但对于旅行者1号来说，这次相遇将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如果旅行者1号恰好从一颗流浪行星的引力场边缘掠过，它将获得一个微小的速度变化。这种变化虽然微小，但在75000年的尺度上，足以显著改变它的最终目的地。科学家们的计算表明，在最佳情况下，一次恰到好处的引力弹弓效应可以将旅行者1号送往比邻星的方向。比邻星距离地球最近的恒星系统距离我们大约 4.24 光年，它是一颗红矮星，
质量只有太阳的12%，表面温度约为3000开尔文。虽然比邻星比太阳暗淡得多，但它至少是稳定的，能够为围绕它运行的行星提供长期的能量。在这个假设的引力弹弓效应之后，旅行者1号将踏上它真正的星际旅程。它将穿越银河系的悬臂，与青云相遇，躲避超新星的冲击波，在星际空间的真空中缓缓前行。这段旅程将持续数万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旅行者1号将经历一种微妙而缓慢的蜕变。没有了太阳风的保护，它将完全暴露在银河宇宙线的持续轰击之下。这些高能粒子来自超新星爆发和黑洞吸积盘，以接近光速的速度穿越星际空间。银河宇宙线主要由质子组成，但也有少量的重原子核。这些粒子撞击旅行者1号的铝制外壳时，会在金属表面留下微观的损伤痕迹。经过数万年的积累，这些损伤将变得越来越明显。铝的晶体结构将逐渐变得紊乱，金属的延展性将降低，脆性将增加。科学家们估计，在大约4万年的航行后，旅行者1号的外壳将变得像瓷器一样脆弱。它仍然保持着完整的形状，但轻轻一碰就可能碎裂。这种变化是渐进的，不可逆的，是宇宙射线在时间的长河中写下的签名。在这段旅程中，旅行者1号还将遭遇另一种威胁——星际尘埃。在银河系的某些区域，存在着密度极高的尘埃云。当旅行者1号穿越这些云团时，无数微小的尘埃粒子将以极高的相对速度撞击它的表面。这些粒子虽然微小，但高速撞击产生的热量足以让它们在铝制外壳上留下烧灼的痕迹。科学家们估计，在穿越一个典型的星际尘埃云时，旅行者1号表面每平方厘米将每小时遭受约10的-11次方次微陨石撞击。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小，但经过数万年的时间累积，旅行者1号的表面将遭受数以百万计的撞击。这些撞击虽然不会穿透外壳，但会逐渐改变它的外观，使其表面变得越来越粗糙，越来越暗淡。这就是旅行者1号在星际空间中漫长而孤独的旅程。它没有同伴，没有目标，只有无尽的黑暗和偶尔的星光陪伴。在这段旅程中，它将见证宇宙的变迁，远处的恒星爆发，星云的收缩与膨胀，可能还有其他探测器的经过，虽然它们永远不会相遇。让我们把时间快进到75000年后，旅行者1号终于抵达了它旅途的终点——比邻星 B 的轨道。比邻星 B 是环绕比邻星运行的一颗类地行星，位于该恒星系统的视居带内。它的质量约为地球的 1.3 倍，轨道周期约为 11.2 天。虽然比邻星 B 的具体环境仍有争议，但科学家们根据观测数据推测，它很可能被比邻星潮汐锁定，就像月亮总是以同一面朝向地球一样，比邻星 B 也总是以同一面朝向它的恒星。这意味着这颗行星的一面永远是白昼，另一面永远是黑夜，永远处于极寒的黑暗中。但旅行者1号没有时间欣赏这颗星球的风景，因为撞击已经近在眼前。
让我们计算一下撞击的速度。比邻星的逃逸速度约为每秒650公里，而旅行者1号在长期航行后，相对于比邻星的速度大约为每秒20公里。这个速度看起来比地球的逃逸速度小很多，但它已经超过了比邻星 B 的轨道速度。当旅行者1号从比邻星的引力示井中坠入时，它将获得加速效应，最终它将以每秒20公里的速度撞入比邻星 B 的大气层。每秒20公里，这是一个令人眩晕的速度。在这个速度下，从北京到上海只需要不到1分钟。当旅行者1号进入比邻星 B 的大气层时，它将以一道火流星的姿态划过天空。由于高速穿越稀薄的大气层，探测器的表面将承受剧烈的气动加热效应，温度将在几秒钟内飙升到数千摄氏度。旅行者1号没有设计任何热防护盾，它的设计年代比我们知道比邻星 B 的存在早了几十年。在面对比邻星 B 的大气层时，它就像一块从太空坠落的石头，毫无保护。几秒钟后，旅行者1号的外壳将开始解体，铝制框架将在高温下软化、融化，然后蒸发。它携带着的所有科学仪器、所有电子设备、所有为人类服务的组件，都将在这一刻化为虚无。在撞击地表之前的最后一刻，旅行者1号将变成一个明亮的火球，在比邻星 B 的天空中留下一道短暂的闪光。它40多年的太阳系探索，75000年的星际流浪，都在这一刻化为乌有。但有一种东西可能幸存下来。让我们回到黄金唱片。黄金唱片被封装在一个特殊的铝制护套中，这个护套的设计目的是保护唱片免受微陨石和辐射的伤害。虽然这个护套在漫长的旅途中可能已经遭受了损坏，但它的核心结构可能仍然完整。当旅行者1号的其他部分在高温中蒸发时，黄金唱片的护套可能会因为其更低的密度而最后才被销毁。或者更乐观地说，如果撞击的角度和速度恰到好处，一部分护套可能直接撞向地面，在地表留下一个微小的撞击坑。即便黄金唱片的表面数据已经被宇宙射线和尘埃侵蚀殆尽，它上面标注的脉冲星地图，那些用2进制代码刻在背面的14颗脉冲星的位置和频率，可能仍然能够被辨认。这些信息不需要任何外部设备就能被理解，它们就像刻在石头上的文字，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这意味着，即便旅行者1号撞毁在比邻星 B 的地表，外星文明仍然可能从残骸中找到地球的方向。当然，这只是最乐观的情况。在现实中，旅行者1号更可能在高温中完全蒸发，变成星际空间中漂浮的原子和离子。它的所有物质都将成为比邻星 B 大气层的一部分，成为这颗遥远行星的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许是一种独特的延续。旅行者1号没有变成漂浮在宇宙中的碎片，而是成为了一颗行星的一部分。它的原子将继续参与比邻星 B 的演化，可能是数十亿年后这颗行星上某种生命形式的组成成分。这不是最浪漫的结局，但也许是最真实的。
75000年，这是人类文明有记录历史的大约3倍。在这段时间里，地球将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使不考虑任何技术进步或社会变革，但是自然因素就足以彻底改变地球的面貌。冰河期将反复出现和消退，海平面将上升和下降，大陆将漂移，气候将改变。人类如果还能存活到那时，可能会变成与今天完全不同的物种。而旅行者1号将在这段时间里穿越星际空间，见证人类永远无法亲眼看到的景象。它可能穿越银河系的悬臂，在那里恒星的密度更高，超新星爆发的频率也更高。它可能遭遇其他恒星的引力场，从它们身边掠过时获得微小的速度调整。它可能进入某个分子云的内部，在那里氢气和其他元素逐渐聚集，形成新的恒星和行星系统。它也可能遭遇其他的探测器，人类的或者是外星文明的。在银河系的某个角落，也许有另一个文明在几百万年前发射了自己的旅行者探测器，他们同样在星际空间中漂泊。虽然旅行者1号与他们相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并非完全不可能。在这段旅程中，旅行者1号将继续存在，不是作为一台工作的机器，而是作为一块在宇宙中飘荡的金属碎片。它将成为人类文明存在过的最遥远的证据，超越任何建筑、任何书籍、任何数字存储介质所能保留的时间尺度。这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当旅行者1号在75000年后撞毁时，它会留下什么？从物质的角度来看，它不会留下任何东西，它的所有成分都将被高温蒸发，然后在大气层中散播。它的原子将成为比邻星壁的一部分，可能永远不会被重新发现。但从信息的角度来看，它可能留下了某种东西，那些刻在黄金唱片背面的脉冲星坐标，它们可能仍然能够被辨认。任何一个拥有射电望远镜的文明，只要能够探测到银河系中的脉冲星，就能够验证这些坐标的准确性，并由此推算出地球的位置。这不是关于信息的保存，而是关于方向的保留。即便所有关于人类的图像和声音都消失了，即便所有关于地球的描述都被抹去了，那些脉冲星的位置仍然能够指向我们。它们就像宇宙中的灯塔，永远在固定的位置闪烁，等待着任何一个愿意寻找的文明。这种信息的力量超越了物质本身，这也让我们反思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我们是如此渺小。旅行者1号用了40年才离开太阳系的行星区域，而要抵达最近的恒星系统则需要75000年。但我们又是如此独特，我们是已知宇宙中唯一试图向星际空间发送自己信息的物种。我们选择说话，即便知道可能永远得不到回应，这本身就是一种回答，一种关于我们是谁的声明。旅行者1号的故事不仅仅是关于一艘飞船的命运，它是关于人类在面对无限时的选择的故事。我们建造了这艘飞船，将它送入深空，然后在40多年的时间里追踪它的信号，聆听它的微弱声音，直到最后它消失在噪音中。我们没有放弃，
即便知道它永远不会回来，我们仍然在监视它的每一个可能的信号。这不是理性能够完全解释的行为，这是某种更深层的东西，一种对联系的渴望，一种对意义的追寻，一种在虚无中寻找意义的执念。让我们从旅行者1号的命运中退后一步，看看它如何折射出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旅行者1号用了40多年的时间，穿越了大约230亿公里的距离。这个距离听起来很远，但在宇宙的尺度上，它只是沧海一粟。银河系的直径超过10万光年，而旅行者1号在40年里只走了不到 0.01 米光年。如果我们把太阳系比作一个足球场，旅行者1号才刚刚离开球门区的边缘，而它要抵达的下一个恒星系统比邻星则在另一个城市的另一边。这种尺度的对比让人既感到渺小，又感到某种奇怪的安慰。渺小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在宇宙的尺度上，人类文明的存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便旅行者1号成功抵达比邻星 B 并留下某种信息，那也将发生在75000年之后，远远超出了任何人类文明的预期寿命。安慰则来自于这样的认识：既然我们在尺度上如此渺小，那么我们所有的焦虑、担忧、恐惧，在宇宙的角度看来都是转瞬即逝的。旅行者1号将见证无数代恒星的诞生和死亡，而我们连它的1/1000的时间都活不到。这种双重感受也许是旅行者1号故事最深刻的启示：接受我们的渺小，同时珍惜我们的存在。在旅行者1号的设计中，有一个细节常常被忽视，它的轨道设计不仅仅是为了探索外太阳系，更是为了离开银河系平面。当它在1980年利用土星的引力弹弓效应完成转向后，它就一直在向上飞离银河系的银盘。这意味着旅行者1号不仅仅是飞向另一颗恒星，它实际上是在飞离银河系的中心平面。它将穿越银盘的上方，进入银晕区域，一个由古老的球状星团和暗物质组成的球形区域。在银晕中，旅行者1号将遇到与银盘截然不同的环境。这里的恒星更加古老，密度更低，动力学更加稳定。它可能在这个区域中漂流数十万年，然后才被某个恒星的引力捕获，或者继续向更远的宇宙深处飞去。这个细节让旅行者1号的旅程充满了某种诗意的象征。我们离开了太阳系的平面，离开了我们诞生的世界，向着银河系的高处飞去，寻找某种超越我们的东西。也许在某个意义上，旅行者1号代表了人类灵魂的隐喻。我们总是被某种东西吸引着，离开熟悉的环境，向着未知前进。我们建造城市，穿越海洋，飞向太空，这一切都源于同样的冲动，一种离开原地探索未知的本能。旅行者1号不是我们探索的终点，它只是这条道路上的一块里程碑。在它之后，还有更多的飞船将飞向更远的地方。在它之前，我们已经在地球上建造了无数座城市，发明了文字和艺术，创造出了能够思考自身存在的物种。回到那张改变一切的照片，1990年，
当旅行者1号拍摄暗淡蓝点时，他已经完成了对太阳系外行星的探索，正要踏上离开太阳系的旅程。这张照片是在他关闭摄像机之前，应 NASA 科学家卡尔·萨根的请求拍摄的。萨根本人在照片拍摄后不久就去世了，但他留下的文字永远改变了我们对地球的看法。再看看那个光点，那就是这里，那就是家，那就是我们。在它上面，你爱的每一个人，你认识的每一个人，你听说的每一个人，都在这里度过了一生。这段话之所以震撼人心，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我们常常忽视的真相：我们所有的历史，所有的文化，所有的科学与艺术，都发生在这颗小小的蓝色星球上。在这个悬浮在阳光中的尘埃之外，是无尽的虚空，是永恒的沉默，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到达的远方。旅行者1号的故事正是这个真相的延伸，它证明了，即便在这样一个渺小的世界上，我们仍然能够建造出能够飞向星际空间的机器。它证明了，即便我们知道可能永远得不到回应，我们仍然会选择开口说话。在旅行者1号发射的年代，冷战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世界，核战争的威胁迫在眉睫，人类文明随时可能自我毁灭。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NASA 的工程师们设计并发射了这艘探测器，将它送向深空，带着黄金唱片和地球的声音。这是一种声明，一种对未来的信念，一种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不放弃希望的姿态。今天，当旅行者1号仍在继续它的旅程，当它的信号仍然能够被地球上的人们接受，我们得以参与一个比我们自己更大的故事。我们是这艘飞船的制造者的后代，是那些在40多年前决定发射这艘飞船的人们的后代，也是那些在75000年后可能收到它的信息的人们的先辈。我们站在这两个未来之间，连接着过去与可能。这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旅行者1号的最终命运是什么？从物质的角度来看，它的命运是在75000年后撞毁在比邻星 B 的地表，化为星际尘埃的一部分。从信息的角度来看，它的命运是在撞击中幸存或毁灭，取决于那一刻的具体条件。从象征的角度来看，它的命运是成为一个关于人类选择的故事，关于我们选择探索而非退缩，选择说话而非沉默，选择希望而非绝望。也许最准确的说法是，旅行者1号的命运就是成为一道光，它从地球发出，在40多年的时间里穿越了230亿公里的空间。它承载着人类文明的信息，向着无尽的黑暗前进。它没有被黑暗吞噬，而是继续发光，继续前进，直到最后一刻。这就是旅行者1号的故事。它不是关于一艘飞船的技术细节，而是关于我们为何存在的深层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探索？我们为什么要说话？我们为什么要在虚无中寻找意义？答案也许很简单，因为我们就是这样一种存在。我们无法不探索，无法不寻找，无法不在黑暗中点燃火光。旅行者1号正是这种冲动的最纯粹表达，一种超越理性计算的冲动，
一种在宇宙的沉默面前仍然选择发出声音的勇气。让我们在想象的翅膀上飞得更远一些，思考那些永远不可能亲眼见证的场景。75000年后的某个时刻，在比邻星 B 的夜空中，一道闪光划过，那是旅行者1号，以每秒20公里的速度坠入大气层，在高温中蒸发成一道短暂的光迹。在它蒸发之前，它可能只花了几秒钟时间穿越云层。在这几秒钟里，它看到了什么？也许是一片荒芜的岩石平原，点缀着冷却的熔岩流。比邻星 B 的表面可能与火星类似，被红色的尘埃覆盖，没有液态水的痕迹。或者也许他看到了一片冰冻的海洋。如果比邻星 B 的大气层足够稠密，如果它保留了一些水冰，那么在面向比邻星的永恒白昼与永恒黑夜交界处，那个被称为暮光区的狭窄地带，可能存在一些液态水。在那样的环境中，会有什么样的生命吗？这是一个我们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即便旅行者1号在撞击中幸存了黄金唱片，那个发现它的文明是否能够解读我们的信息？他们在发现我们之前，是否已经有能力进行星际旅行？他们是否会关心一个来自4光年外的信息？或者他们是否会像我们一样，在某个夜晚仰望星空，思考着是否有人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回应？这些问题没有答案，而这正是他们的价值所在。旅行者1号的故事之所以如此吸引人，正是因为它触及了人类最古老的好奇：我们是孤独的吗？在宇宙的其他角落，是否有其他文明在同样的星光下思考同样的问题？卡尔萨根曾经说过，宇宙中最大的讽刺之一是，当我们第一次可能与其他文明接触时，我们却关闭了摄像机，停止了搜寻。在旅行者1号发射的年代，我们建造了巨大的射电望远镜，监听来自深空的信号。阿雷西博望远镜、绿岸望远镜、帕克斯望远镜，它们都曾经对准过天空，搜索着可能的人工信号。但随着冷战结束，资金削减，望远镜老化，这些监听活动的力度大大降低。旅行者1号的故事也反映了我们探索精神的起伏。当它在2077年发射时，正是美国太空计划的黄金年代。当它飞越木星、土星、天王星时，整个世界都在为它的成就欢呼。但如今 NASA 的预算只占联邦预算的不到0.5%，我们对深空的兴趣已经大不如前。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探索时代已经结束？或者说，我们只是在等待下一个技术突破，准备新一轮的远征？旅行者1号将在太空中继续漂泊数万年，它将穿越从未有人见过的区域，见证我们永远无法亲眼看到的景象。它的铝制外壳将在宇宙射线的作用下逐渐变脆，它的黄金唱片上的数据将逐渐被侵蚀，但它将继续存在，继续前进，继续向着那个它永远无法抵达的终点。这段旅程将持续75000年，这个数字超出了人类能够直接理解的范围，但我们可以尝试用类比来感受它的重量。75000年
相当于人类现代智人存在时间的约3倍。在这期间，人类从使用石器的原始人进化成了能够建造宇宙飞船的物种。如果你在75000年向一个学居人描述旅行者1号，他会认为你是神话中的神，而旅行者1号将在75000年后完成他的使命。对于宇宙来说，这只是一瞬间；对于地球上的生命来说，这是无法想象的漫长。对于旅行者1号来说，这是他的全部。在旅行者1号的故事的尾声，我们忍不住要问，他有没有可能回来？答案是残酷的，不可能。旅行者1号的设计没有考虑任何返回的可能性，它的轨道是一条单行道，一旦离开就永远无法回头。即便我们能够在某个时刻追上它，也无法改变它的命运。它已经被锁定在一条通往比邻星的轨道上，而改变这种轨道需要巨大的能量，远远超出了我们目前的技术能力。但也许这个事实本身就是故事的一部分。旅行者1号代表了一种选择，不是试图回家，而是继续前行；不是寻求安全，而是拥抱未知；不是恐惧失败，而是敢于尝试。它是勇气与决心的化身，是我们对自己可能性的信念的具体体现。我们在地球上建造的很多东西都是为了永恒：金字塔、教堂、图书馆、数据库。但旅行者1号告诉我们，有时最伟大的事情不是保存，而是给予；不是保护，而是冒险；不是留在原地，而是踏上旅程。旅行者1号正在远离我们，它将继续远离，直到有一天，它的信号变得如此微弱，以至于我们再也听不到它。然后它将变得更加孤独，在真正的黑暗中漂流。但它仍然在前行，仍然在穿越星际空间，仍然在带着我们所有人的信息，向着宇宙深处前进。有一天，当人类文明已经消失，当地球已经被太阳吞噬，当银河系已经旋转了无数个轮回，旅行者1号可能仍然在某处存在，也许已经变成了一堆碎片，在宇宙的极寒中缓缓飘荡，或者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在某个遥远的世界上留下了最后的痕迹。无论他的最终命运是什么，他的故事已经成为我们故事的一部分。它证明了，即便在这样一个渺小的世界上，我们仍然能够建造出能够飞向星际空间的机器。它证明了，即便我们知道可能永远得不到回应，我们仍然会选择开口说话。这是旅行者1号留给我们的遗产，不是数据，不是图像，不是科学发现，而是一种精神，一种敢于向未知说你好的精神，一种敢于在沉默中发出声音的精神，一种敢于相信我们在宇宙中并不孤独的精神。我们也许永远无法亲眼看到旅行者1号抵达比邻星 B 的那一刻，我们甚至可能永远无法确定它是否真的抵达那里。但我们可以感到安慰的是，它仍然在那里，仍在前行，仍在带着我们所有人的信息穿越星际空间。在宇宙的某个角落，在星光闪烁的深处，有一个来自地球的小小飞船正在默默地旅行。它没有目的，没有同伴，没有回报，只有一段旅程和一个关于人类选择的故事。这个故事
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讲述的。旅行者1号没有刹车，它正在冲向比邻星币。这是一段75000年的旅程，是一场跨越星际的流浪，是一个关于勇气、希望与永不放弃的故事。而我们作为它的创造者和守护者，将永远记住它，记住它曾经的辉煌，记住它漫长的孤独，记住它最后的坠落，记住它，因为它代表了我们最好的一面，敢于梦想，敢于探索，敢于向无限说出我们的名字。这就是旅行者1号的故事，这也是一个关于你们的故事，关于你们为何要继续前行，为何要继续寻找，为何要在黑暗中点燃火光的理由。旅行者1号不需要我们了，他有自己的命运，有自己的旅程，有自己的终点。但我们可以从他的故事中得到启发，记住，我们也是旅行者，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我们同样在寻找自己的方向，寻找自己的意义，寻找那个我们永远不会真正抵达的终点。也许这才是旅行者1号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礼物，不是关于飞船的命运，而是关于我们的启示。重要的不是终点，而是这段伟大旅程本身。当你听着这段声音入眠的时候，请记住，在这个宇宙的某个角落，有一艘小小的飞船正在穿越星际空间，带着你我的信息，向着未知前进。他不知道前方有什么，他只知道他要继续前行。而我们，在地球上的我们，也可以做出同样的选择，不是留在原地，而是继续前行；不是恐惧未知，而是拥抱它；不是屈服于沉默，而是发出我们的声音。这是旅行者1号教给我们的最后一课。晚安，旅行者，愿星光永远照亮你的路。